今年超好看的犯罪台剧《塑胶花》1到3集完整版来了，开局就是王炸。老师，你可以教我什么叫做爱吗？女孩顶着一张人畜无害的脸问了老师这样一个问题，不料下一秒老师竟真的将女孩带去了小旅馆里。听着老师那迫不及待的声音，女孩翻了个白眼，其实这不过是她的恶作剧罢了。于是趁着老师洗澡的间隙，她偷偷翻出了老师的钱包，看着他们一家3口幸福的样子，女孩在照片上恶狠狠地写下了老色批几个字，然后便潇洒地离开了这里。结果在楼道里，她无意间听到一个援交女打电话说要玩仙人跳，而女人的目标正是她的隔壁606房间。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脑中一闪而过，她毫不犹豫地敲开了606的房门，只见一个帅气的脸庞映入了她的眼帘。你要被仙人跳？而此时的援交女也带着2个小混混来到了这里。当看到606的房门敞开时，女人还以为这次计划能轻而易举地完成，她想都没想便走了进去，然后躺在床上等着鱼儿上钩。就在这时，从浴室里走出来一个男人，而此人正是刚才的色批老师。老师一脸懵逼，明明刚才在这里的是一个清纯乖巧的学生，怎么现在却变成了满脸油腻的小太妹？女人不管3七21，直接霸王硬上弓，而被蒙在鼓里的老师还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。当听到女人在屋内发出的求救信息后，门外的2个小混混便火急火燎地闯了进去。只见他们掏出手机就拍照取证，准备敲诈老师一大笔钱。殊不知他们一开始就搞错了房间，而此时在门外拍照的女孩也瞬间引起了2个小混混的注意。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眼看形势不对，女孩赶忙拉着男人就往外跑，另2个混混也穷追不舍。这眼看混混就要追上他们了，男人反手拉着女孩就朝另一个方向狂奔而去。结果等2人来到一处仓库时，还是被2个混混拦了下来。混混逼女孩尽快交出手机，否则就要了他们的命。男人拼尽全力将女孩护在怀里，这让叛逆的他第一次有了被人保护的感觉。去旁边。手给我。等男人将2个混混都打跑后，女孩则一脸崇拜地望着他，甚至还提出什么时候能再次见面。找糖吃啊。什么糖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就这样，男人离开了这里，只留下女孩还在原地暗自窃喜。殊不知她的人生轨迹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女孩名叫严娜娜，虽是韩国顶级财阀的独生女，过着大小姐般的生活，但她却觉得自己犹如身处牢笼之中，无法感受到任何人的爱。久而久之，她就成了一个叛逆且不听管教的问题少女，就连班里的同学都不愿意搭理她，甚至还经常在她的课桌上写满各种侮辱的话。可此时的奈娜却一点都不生气，反而觉得这样非常好玩，因为只有不断的惹是生非才能换来母亲的注意，这也让她愈加的猖狂起来。这天学校举行礼仪汇报表演，娜娜作为表演者之一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演出。看着女儿如此乖巧听话，娜娜的母亲也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将让她彻底抓狂。就在他们活动结束准备离场时，娜娜看了一眼脚下的狗屎，她故意走偏方向，用脚狠狠地踩了上去，所有人都被吓得乱了方寸，唯有奈娜一人洋洋得意地离开了这里。母亲虽然非常生气，可她又拿这个宝贝女儿毫无办法，只能不断地帮她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麻烦，这让其他同学们也更加的记恨娜娜。犯了错没有关系，要懂得认错，上帝才会原谅你。林琛，该说什么？锁门。在母亲的不断逼问下，娜娜最终还是低了头。对不起，恳请主原谅。可她虽然嘴上向母亲求饶了，但身体却很诚实，她只能通过大口的吃花生酱来缓解内心愤怒的情绪。有垃圾才会恶意制造垃圾。而母亲刚刚的话也在她耳边反复回绕。既然在现实生活中寻不到一丝慰藉，娜娜则将目标瞄准在了网络世界里，因为这是她能缓解压力的特殊方式。她每次心情不好时都会在网上进行擦边直播，听着粉丝们对她的各种夸赞和爱意表达，她才能得到些许满足。可自从见过之前的男人后，娜娜根本没法安心上学，就连直播时脑海中出现的都是男人的帅气脸庞。于是放学后她一刻都不想再等了，便拿着男人留下的地址找了过去。原来男人名叫金晴，刚刚刑满释放，为了谋生经营了一家成人用品店。看到奈娜的出现，金晴也有点错愕，她不断的询问金晴为什么要关606的房门，难道是她不够正吗？金晴扭过头去不想搭理她，甚至还说未成年人不能进入成人用品店，试图尽快赶她走。到底要干嘛呢？我觉得你也适合是什么？做我男朋友。金晴一把抱起娜娜，然后将脸慢慢的靠近她，这让从未谈过恋爱的奈娜慌乱不已，俨然没了刚刚那副挑逗别人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金晴接到了朋友打来的电话，她着急忙慌的就出了门，而此时的奈娜依旧跟在金晴的后面，甚至还不断向她索要联系方式。可金晴并没有理会，而是自顾自的玩起了手机。娜娜以为金晴还在和昨天的援交女友联系，
一把就抢过了他的手机，趁机添加了对方好友。金晴不想再继续搭理他，便结完账后准备离开。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吃完了，蛮好吃的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娜娜不断的给金晴发短信，虽然从未收到过回复，但娜娜却依旧非常开心，哪怕金晴只是发了一个N字，也能让娜娜开心好几天。所以她一有时间就会去金晴的店里找她。虽然每次金晴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可娜娜依旧死缠烂打。慢慢的，二人接触的越来越频繁。金晴一有时间也会带娜娜出去兜风，可她只知道金晴的名字，对她的过往一概不知。结果在一次偶然间，她才从修理店老板的口中得知了金晴以前的经历。你们以前念同一个学校？靠北。对啦，他主修贩毒啊，我缺到了。听到金晴以前贩毒还坐过牢，娜娜并没有害怕，反而觉得金晴非常酷。可这些话从别人口中说出来，还是让娜娜觉得有点不爽。她只能通过打拳来缓解内心的落差，甚至不断的说有很多人喜欢她。有很多人喜欢我，他们会送我礼物，我很幸福，非常幸福。金晴也看出了娜娜的逞强，赶忙出手制止了她。其实他们都有相似的地方，一个是叛逆少女，一个是贩毒的社会人员，到底他们又会牵扯出怎样的命运羁绊呢？第二天，娜娜如往常一样去找金晴，却发现店铺已经被查封了，她怎么都没法联系上她，只能去摩托车店碰碰运气。好在她真的在这里。原来昨天金晴去贩毒场所打听熟人的消息时，正好碰到前来扫毒的警察。金晴急中生智推翻了桌子，这才有幸逃过一劫。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，她只能暂时待在这里。你一整天待在这里有没有吃东西？我这里有蛋糕。娜娜拿出生日蛋糕和金晴一起庆祝，可他们找了好久的蜡烛都没有找到，于是金晴便拿出了一个打火机充当蜡烛，让娜娜许下生日愿望。而娜娜的愿望则是想要和金晴在一起。可此时的金晴却说自己要去菲律宾躲一阵子，没法继续待在这里了。但在临走前，她还要干票大的，否则去了菲律宾后也会饿死。听到金晴要离开的消息后，娜娜失落极了。她思索再三后提出要和金晴一块去菲律宾。于是第二天，娜娜便独自一人来到了银行。她先是递给工作人员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不要报警，否则炸弹就会爆炸。然后再缓缓拉下衣服的拉链，露出身上的炸弹。不可以被发现。他说不可以报警。经理，有炸弹啊！他身上都是炸弹。妹妹，你知道你在干嘛吗？就在经理准备按响警报时，娜娜则按照她和金晴的计划，抢先一步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。果然，门口的垃圾桶里传来了一阵爆炸声。我不相信，我真的不相信。我们处理。你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。最终，经理拿过娜娜的书包去里面给她取钱。很快，银行的工作人员便将一大袋子钱交给了娜娜。可谁都没有发现，临走时娜娜竟露出了得逞的笑容。随后，她便坐上了一辆准备好的出租车，而开车的人正是金晴。紧接着，他们将钱交给了半路的小弟，然后金晴就开着摩托车带着娜娜离开了。二人火速前往了海边。在路上，奈娜还在为刚刚的计划圆满成功而沾沾自喜，殊不知她却走向了一个无尽的深渊中。随后，金晴小心翼翼地拆开了奈娜身上的炸弹，她一边倒计时一边将炸弹扔了出去，没想到炸弹却在半空中直接爆炸了，里面的红色碎屑也迎面而来。娜娜一时间愣在了原地，她起初以为金晴给她身上安装的只是一个假的炸弹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现在是真的，我会死吗？但在恋爱脑的作用下，奈娜并没有过多的怀疑，还是选择相信金晴。而此时的小弟也带着钱赶来和他们会合。可就在他打开钱包的一瞬间，众人立马傻了眼，因为银行给娜娜的那一袋子钱只有表面几张是真的，剩下的全都是打印的假钞。而这点钱显然并不够他们偷渡的。事已至此，金晴只能让小弟先打电话给一个叫阿赖的人，自己再另想其他办法。很快，在警方的调查下，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奈娜和金晴身上。而此时的奈娜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甚至还在为刚刚的事情而自责。一旁的小弟则打开了车内的广播，准备缓解下心情，却听到他们抢银行的新闻。小弟从中得知奈娜竟是当地首富的独生女。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哇靠！干！哥，你听到吗？难打电哎！哇干，超热！另一边，娜娜的身份暴露后，她的母亲则成了记者们围攻的对象，大家都想从中得到最有价值的新闻。可此时的老母亲简直肺都要被气炸了。往常奈娜惹是生非就罢了，现在竟公开去抢银行。结果等她回家后，管家却告诉了她一个更加炸裂的消息。管家将她带到了奈娜的房间里，只见床上摆满了各种低俗直播的工具，而镜子上竟全是各种污言秽语。她这才意识到奈娜之前的各种叛逆行为早就有了苗头，只是她并没有那么在意罢了。此时的老母亲被气得瞬间血压爆表，为了掩盖这件丑闻，她让管家将屋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扔掉，甚至要求管家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出一丁点消息。她疯狂地擦拭着镜子上那不堪入目的文字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掩盖内心的愤怒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三人也来到了和老赖的约定地点。
金晴则独自一人出去找老赖，让小弟和娜娜留在了原地。原来他和老赖是在监狱里认识的。刚入狱的金晴总是会遭到光头男的欺负，可每次金晴都默不作声，只有老赖见义勇为的替他打抱不平。结果这却惹恼了光头男，他趁老赖上厕所时偷袭了他。而此时的金晴在听到声音后也不再忍耐，上去就给了光头男一顿教训。就这样，二人因此事而结缘。当老赖得知金晴抢银行的事情后，他猜测金晴一定是想偷渡离开此地，可金晴手里的现金还远远不够。于是老赖提议他不如彻底坐实新闻上绑架娜娜的消息，从他妈妈手里得到更多的赎金。我不想动他。没有要动他，讲得这么粗鲁，是合作。在老赖的怂恿下，金晴还是动了歪心思。于是金晴说，他准备找娜娜的母亲要300万美金，等事情成功后会拿出100万美金作为报酬给他。面对金晴提出的丰厚条件，老赖没有理由拒绝，就此二人达成了合作。但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娜娜却消失不见了。起初小弟以为她只是去上厕所了，可找了好几遍都没有发现娜娜的身影。金晴也开始四处寻找娜娜，却不料在路上碰到了警察。好在他急中生智，成功甩掉了他们。其实娜娜并没有离开这里，而是给金晴取钱去了。他将一书包钱都拿给金晴，并让她放心的用，因为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。看着娜娜这么担心自己，金晴也提出了想要绑架她的计划，并承诺只要从她妈妈那里拿到足够多的钱，二人就能永远的离开此地。没想到此事却遭到娜娜的拒绝，因为她不想再用妈妈的钱。你不是很讨厌你妈妈？跟她拿一点钱没有关系的。我不玩了。无奈之下，金晴只能喊来一旁的小弟将娜娜绑了起来，还在她嘴里塞了个抹布，以防娜娜大声呼喊引来警察。而此时老赖的女朋友也在听到声音后赶了过来，没想到金晴却直接掏出手枪警告她不要多事。最终金晴让她也上了车，她好心的帮娜娜拿掉了嘴上的抹布，甚至还警告小弟说这么做是违法的。这是不合法。每个人心中都有秘密，往往在意外发生之时会不经意展现。当时的我们不清楚前方道路险峻或明朗，只知道已经没有退路。富家女严娜娜本来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可她非要和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人私奔，谁知对方竟为了从她母亲手里得到300万美金，便将其绑架了，甚至还让小弟拿出手机录下敲诈视频。被激怒的娜娜自然是极其不配合，无奈之下金晴只能亲自上阵，她捏住娜娜的脸让她向妈妈求救，谁知娜娜竟直接问候了妈妈。妈妈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哦，这里好山好水好鸡白。绑架我的2个人，一个人是一事无成的金钱，另一个是他智障表弟阿迪亚。此时的金晴瞬间被激怒，直接出手给了他一巴掌，但倔强的奈娜并没有因此而退缩，反而又问候了爸爸一遍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等待他的将是无数的巴掌。接连10几巴掌打在娜娜的脸上，此刻她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而哭泣，还是识人不淑的懊恼。最终她还是向妈妈发出了求救信息。好了，建议检查给他们。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，即便自己这么说了，一向冷漠的妈妈也不会来救他，因为在他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就变得非常怪异，不仅经常逼着奈娜做她不喜欢的事，甚至还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女儿的头上。但凡娜娜表现出一丁点的不愿意，母亲就拿出仁义道德压迫她，所以乖巧的奈娜只能按照母亲说的去做。会申请 Ivy League， 会申请 Ivy League， 会加入姐妹会，会加入姐妹会。娜娜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母亲的认可，谁知她竟提前为娜娜准备好了目的，美其名曰是要一家3口永远在一起，实际上是对她做出警告。所以从那时起，娜娜就变得非常叛逆。很快，娜娜被绑架的视频就发到了她的母亲江如芳的手机上。看着女儿遭受如此非人般的折磨，江如芳心痛不已。为什么那些歹徒让他背炸弹去抢劫，现在勒索还打他？他们是恐怖分子吗？此时队长也不再隐瞒，因为银行没有给够他们想要的2000万，所以歹徒才会临时起意绑架了娜娜。但此刻他们一定要保持冷静，一定要让娜娜平安回来。为了能尽快解救出娜娜，队长提出想要去娜娜的房间搜集些线索。可江如芳听到后明显有些坐立不安，因为自从娜娜出事后，江如芳就发现女儿曾在房间里进行低俗直播。为了掩盖女儿这不为人知的一面，她提前将屋内所有的东西全都藏了起来，所以当警察去查看时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只是在柜子旁发现了2瓶还没有吃完的花生酱。但江如芳的慌乱全都被队长看在眼里，他猜测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其实是小姐平常喜欢吃花生酱，
但太太她我不喜欢他吃垃圾食物的。就在这时，队长在床边无意间发现了一包纸巾，可他并没有立即声张，而是偷偷地藏了起来。爱菜蔓延288-22020，是不是路上发的？刚好拿回家用而已。你仔细看一下好不好？此举令小警察很是不解，明明他们可以找江如芳询问事情的真相，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偷偷调查呢？从进他女儿房间开始，他就开始坐立难安，一定隐藏什么。而另一边，金琴的好兄弟老赖和女友却因绑架的事而产生了分歧，因为阿南觉得老赖刚刚出狱，此刻如果因为绑架未成年再被抓进去，那以后的生活就毁了，而且他也实在看不惯几个大老爷们这么对一个小姑娘。但老赖却不以为然，因为他知道金琴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自己那不满10岁的女儿，而且女儿的妈妈还是一个吸毒惯犯，压根不管女儿的死活，所以他才铤而走险。听到金琴的悲惨遭遇后，阿南明显有些动摇，但他还是掏出了手机准备报警。你先听我说，至少小金啊不会伤害到他女朋友。可是这个小孩啊，现在深陷毒窟，随时有生命的危险。小金也是为了要救他，你想想看，万一小金出事了，他还要被关多少年啊？那个小孩还活得了吗？最终阿南还是妥协了，事情果真如老赖所说的那般，金琴并不是真的要伤害娜娜。他买了冰袋给了小弟，让他拿去给娜娜的脸冰敷一下。晚上娜娜趁小弟和阿南睡着后，想用嘴咬开绳索逃出去，好在经过他无数次的努力，终于挣开了绳索。他偷偷地埋伏在一扇门的后面，然后趁金琴开门的间隙准备逃出去。他骗我，赔偿帮我，骗子，他妈骗子！你不爱我了吗？啊？要不就说恋爱脑的女人不能惹，事实这不明摆着吗？金琴不仅将他绑架了，甚至还给了他10记耳光，此刻竟还问男人爱不爱他。最终奈娜还是被带回到了车上，由小弟和阿南负责看管。此时的奈娜将所有的怒气全都撒在了阿南身上，甚至还对他破口大骂。破了，你欺负我不懂台语了？谁欺负谁啊？我可是受害者。可阿南并没有和他计较，反而嘲笑他说等金琴一拿到钱，顺利接到女儿后就会将她丢到路边。你到时候就当个名副其实的受害者，好呗。听到此话后，奈娜瞬间崩溃。她没想到金琴不仅结了婚，还有个女儿。一旁的小弟见状赶忙安慰她，谁知小弟的这一操作不仅没有安慰到娜娜，反而火上浇油。因为奈娜从他的口中得知金琴是要去找他的女儿还有老婆，这一刻他彻底绷不住了。果不其然，此时的金琴和老赖正在打听关于女儿的消息。他们先是找到了一个毒虫询问，男人拿出棍子就朝金琴挥去，但很快就被金琴制服了。在金琴的再三逼问下，男人并没有透露出任何相关信息。无奈之下，金琴只能朝男人的腿上开了一枪，男人疼得哇哇大哭。最终男人说女儿被他的妈妈陈美华带走了，而且身边还有另一个男人虎哥，二人前段时间一同去了高雄。此刻金琴只想尽快找到女儿，因为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而另一边，队长则通过纸巾上的信息顺利找到了金琴的成人用品店。经过打听得知这里早就因贩毒而被查封了，但队长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偷偷溜了进去。随后他便再次找到了江如芳，顺利的从他那里拿到了奈娜的笔记本。此时队长询问江如芳关于奈娜的社交关系，但江如芳却谎称女儿的社交关系非常单一，为人也很乖巧听话。最终他还是向警方隐瞒了女儿低俗直播的事情。爱在蔓延呢？爱在蔓延是一本书吗？显然江如芳并不知道女儿和金琴的真实关系。很快警方便在娜娜的电脑上查到了黄色网站。娜娜平常有在使用这种网站的习惯吗？我跟女儿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青春期对性好奇，这个很正常。不可能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女儿竟直接在网站上公布了自己的信息。我叫严娜娜，我是江如芳的女儿。曾经无比清纯的富家女，明明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却非要去某有色网站做低俗主播，甚至还在全网公开自己的身份。得知真相的老母亲简直肺都要被气炸了。 Surprise！ 我送给我妈的礼物终于送到了，现在还是送给你的绑架犯。殊不知他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想要报复母亲。此消息一出，瞬间登上了新闻的各大头条，而奈娜的母亲江如芳自然也沦为大家的饭后谈资。媒体开始怀疑奈娜被绑架到底是她的自导自演，还是歹徒的有意为之。面对媒体和公众的流言蜚语，江如芳对女儿彻底失望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娜娜的视频一经流出，不仅导致公司股票大幅下跌，甚至还让那些虎视眈眈的人开始抢夺总经理的位置，这让江如芳更加的生气。
管家看到后先是安抚了他，接着又建议江如芳和警方说实话，但他深知如果一旦公开奈娜离家出走的消息后，那警方便会坐视他和绑架犯是一伙的。而另一边，金琴的小弟在得知奈娜的身份后却无比激动，因为他是奈娜的头号大粉丝，但此时的奈娜却毫无悔过之意，反而觉得这么做能击垮母亲。妈妈一定觉得都是我的问题，对啊，都是我的问题。不知人间疾苦的富家女，任性，求关注，你到底是被谁带坏？是你吗？张汝芳才不稀罕心眼。阿南知道奈娜此举是想要玉石俱焚，可他却劝奈娜放手，因为总有一天他会为此事而后悔。收起你的同情心。和奈娜一样，其实金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往。她在早些年和一个独宠女结了婚，还生下了一个女儿，但女人却趁金琴坐牢的间隙和她的好兄弟在一起了。而且独宠女对女儿不管不问，所以金琴才铤而走险地绑架了娜娜，想从她母亲手里拿到足够多的钱，尽快地将女儿解救出来。好在她从一个毒贩子口中得知了女人的下落，于是几人便再次踏上了征程。可此时的阿南却很是生气，因为男友老赖不仅对他隐瞒了很多事，甚至还绑架了未成年人，所以他准备带几人去警局自首。一旁的老赖只能不断地安抚他，并保证做完这一票就带着他远走高飞，但阿南并没有理会，依旧在路上狂奔，这让货仓里的几人实在有点受不了了。于是金琴打开了货仓门，并示意让阿南停车先冷静冷静。谁知这一危险的举动却引来了交警的注意，很快货车便被交警拦了下来。他们让老赖打开车门接受检查，为了给车内的几人提个醒，老赖在开门前故意拍打了几下。好在等车门打开后，交警并未发现任何异常，但他们闯红灯的举动却违反了交通规则。于是交警要求阿南拿出驾照查看。就在老赖不知所措时，阿南急中生智地说道：那个警察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赶着要去医院，然后我的肚子突然有点不舒服，我老公他担心孩子有事才开快车的啊。恰巧此时交警接到电话说别的地方有交通事故，所以他们也没有过多的追问，而是赶紧离开了。老赖不断的夸赞阿南刚才的这招实在是厉害，谁知阿南却一脸娇羞的说刚才的话都是真的。此时老赖喜大普奔，自己年过40终于喜当爹了。真的假的？恭喜啊！但下次开车会开慢一点。另一边，江如芳在教堂做祷告时却听到了一个炸裂的新闻，而这个声音正是从旁边小男孩的手机里传来的。可以让阿姨看一下吗？震撼弹！色情直播主 Bonnie Ju 无预警流出一段影片。原来奈娜在网上公开了一段视频，不仅表明自己是某网站的低俗主播，还声称这是她最后一次直播，甚至直接摘下面罩公开了自己的身份。虽然江如芳听到此消息后很是愤怒，但她又不得不面对警察的询问。警察队长立即拿出之前在奈娜房间搜到的物证，说这个面巾纸上的信息都指向了一起贩毒案。严太，你能够保证娜娜跟这宗贩毒案没有任何关系吗？可还不等江如芳回答，就接到了金琴的电话。300万美金准备好了没有？我没办法，直播那件事让公司出了点问题，我一时拿不出那么多。你要你女儿的手指还是耳朵？我要跟娜娜说话。不要跟我讨价还价。你们是真的绑架我女儿吗？那为什么？不料金琴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没给警方任何抓捕她的机会。但金琴的这一举动却惹恼了娜娜，因为她非常想要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到底值多少钱。金琴并没有理会她，而是在给她换了个位置后，又往娜娜嘴里塞了个抹布。小弟见状赶紧出手阻止，生怕金琴对自己的偶像做出什么过分的行为。殊不知金琴这么做只是为了拍照，无奈之下小弟只能拍下奈娜被欺负的照片，然后给江如芳发了过去，并要求她尽快准备好300万美金，否则将会收到女儿的尸体。江如芳被吓得瞬间愣住了，她既无奈又愤怒。队长刚想要再说些什么，却遭到江如芳的质疑：你们怎么当警察的？怀疑我女儿？太太，全部给我滚！不是，严太。而与此同时，金琴还是心疼地拿掉了奈娜口中的抹布。周围还是有你要哪一根手指头？金琴承诺只要奈娜乖乖听话，那自己就不会对她做些什么。虽然奈娜知道金琴这么做是为了找女儿和老婆，但她依旧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。她反复地问金琴对她是否有一丁点喜欢，金琴没有说话。娜娜也明白自己对她来说只有利用。跟你走是我第一次自己做决定，我还以为你真的会给我希望呢。我这个人没有希望，也没有退路。我也没有退路。你知道我抛弃多少东西跟你走吗？是你自己选的。对，是我自己选的。我选的是我们已经在船上开始新的生活。
没有直播，没有绑票，没有我妈，没有你前妻，没有你小孩，没有听话，没有背叛，没有骗。别说了。看着如此固执的娜娜，金晴眼里满是心疼，可她此时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。小迷弟看到自己喜欢的人这么伤心，也赶紧上前安慰，甚至还公开了自己的身份。原来小弟是娜娜的头号铁粉。我喜欢你很久。面对这么一个花痴的粉丝，娜娜脑海中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她先让小弟将她扶了起来，然后又提出用手机给妈妈打电话，但小弟表示这样让她很是为难。娜娜见状，只能让他帮忙解开绳子，给自己一丝喘息的机会。望着娜娜委屈的模样，小弟还是心软了。可就在娜娜伸出胳膊准备给他一个奖励时，却遭到了娜娜的暗算，他拼尽全力的逃了出去。阿南和老赖看到他们的追赶后，也立马追了出去。此时的奈娜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直播，她来不及多想，就立马抢走了小男孩的手机，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向广大网友求助。到底他能不能成功的逃出去呢？